到今天12.24版本为止，我们 S10赛季一共做了3篇出装分析，时间跨度将近有3个星期了。这期视频我将结合大数据和各位5000条反馈评论，展示后排22个英雄的最终出装意图流。但这期视频不会是一期枯燥的数据展示，而是一种通用的、对实战有帮助的出装逻辑。法师分为3个类型：频率型法师、传统型法师、伤害型法师。法师英雄出装主要区分点在于回蓝装和伤害装是怎么分配的，不同英雄对回蓝装的需求不同。频率型法师这一类英雄通常对施法效率有更高的追求，他们的出装优先级是第1件做回蓝装，第2件装备做攻速装放大回蓝收益，第3件装备看情况补充伤害装或者继续补充攻速装。回蓝装蓝 buff 青龙刀，攻速装纳什之牙红 buff 电刀，伤害装破防巨杀。这些英雄分别是安妮、塞纳、萨勒芬妮、露露、阿离、琴女。其中安妮、萨勒芬妮、露露是追求极致的3回蓝出装，阿离是第3件考虑破防巨杀这样的增伤手段。这2件装备也提供不少的攻速，而且符合阿离前排突破手的定位。琴女只认识青龙刀和阳刀，自不必多说。传统型法师这一类英雄更像是传统法师，他们的出装需求就是1件回蓝装加1件伤害装，这2件装备的地位是相同的，不同的是他们对第3件装备的选择很宽泛，可以继续补充伤害装，也可以补充攻速装。回蓝装青龙刀，伤害装帽子巨杀法爆破防，攻速装纳什之牙红 buff 电刀。这些英雄分别是巴德、威古斯、卡牌、炸弹人，其中巴德60蓝很适合青龙刀，但是超粉送的是头盔，那么把青龙刀加帽子组合拆成蓝 buff 加头盔就是近4解。卡牌作为攻速与伤害挂钩的英雄，对装备分类的界限比较模糊，做装备可以随意一些。伤害型法师这一类英雄就是极端的追求伤害，追求伤害数字足够大、清屏的快感，优先保证2件伤害装，第3件才会考虑回蓝装或者攻速装。伤害装帽子巨杀法爆破防大天使，回蓝装或者攻速装青龙刀红 buff 适应性头盔。这些英雄分别是拉克斯、死哥，这2位英雄是自带技能暴击词条的，那么他们做不做法爆的争论点就是暴击率。从暴击期望来讲，帽子是大于法爆的，但具体游戏里边一场游戏施法次数就那么几次，爆不暴击我也说了不算，凭你主观认知做就可以。拉克斯回蓝装只认青龙刀，死哥回蓝装做哪一个都行。物理装备逻辑，法师英雄出装太过于烧脑了，以至于法师篇我们用了将近3个视频才聊清楚。但是物理型英雄就很轻松了，抛开一切繁杂的思想，只要认准城区就可以了，缺什么就做什么。如果1件装备可以覆盖英雄2个以上缺少的城区，那么它就是核心优秀装备。认清城区之间的关系，基础城区有攻击区、攻速区、暴击区、破甲区、增伤区，附带的 DLC 城区有阳刀区、分裂区、回蓝区。阳刀区，我们这里对阳刀做一个装备的定位，什么英雄能做阳刀？要么你有基础攻速叠阳刀足够快，要么你有足够的前排可以拖，比如说金克斯、老鼠、女枪、卡牌、琴女。其中老鼠是因为4朋克4护卫的潘森足够硬，其余英雄都有自己的攻速提升手段。攻击区有飞机、金克斯、卡莎、老鼠、女枪、EZ、女警、进。攻速区有金克斯、厄斐琉斯、女枪、女警。暴击区有老鼠、萨米拉。增伤区有女枪。物理英雄所缺少的城区，飞机、金克斯、厄斐琉斯几乎能做一切装备，不讨论了。老鼠、萨米拉的技能机制需要更多的暴击率，所以仍然需要围绕暴击做装备。女枪几乎只有无尽、轻羽、阳刀在考虑范围之内。卡莎因为技能特点施法动画过长，且技能是乱扔的，所以卡莎不推荐做回蓝装，也不推荐做轻羽。出装推荐无尽、巨杀、破防者红 buff。EZ 因为技能特点蓝条短且鼓励多次释放技能，红 buff 蓝 buff 无尽破防者就是好装备，因为技能可以直接打后排，所以轻羽巨杀表现一般。进因为技能特点蓝条短且鼓励多次释放技能，蓝 buff 青龙刀就是好装备，剩下考虑夜刃巨杀无尽破防。女警在物理篇一定要重点说，因为女警是这赛季做什么装备都一般的英雄。女警虽然有基础攻速，但超长的施法动画影响叠阳刀的施法速度，那么阳刀是一般的。女警90蓝条出青龙刀也不能连贯的打伤害，还容易出现一枪打不死，空窗期还需要再等下一轮技能的情况，那么青龙刀也一般。女警技能可以直接打后排，那么轻羽巨杀也一般。女警羁绊提供了攻击力，死亡之刃无尽也吃不满收益，也比较一般。最后只剩下破防者红 buff 能用了，但也没有强到核心装的程度，所以女警达成了做什么装备都一般的成就。女警如果能玩，就只能依靠设计师对女警的数值猛猛加，大力出奇迹。开场做装备对阵容的选择，
不论我们说多少理解，最终理论推导都是要落实到阵容上面的。我简单提一下从装备视角玩游戏的思考，做的比较简单，全当我是抛砖引玉。当你开场做青龙刀时，如果你做的装备是纳什之牙红 buff， 你的 C 位选择是安妮、塞纳、萨勒芬妮、露露、阿里、卡牌。如果你做的装备是帽子法豹，你的 C 位选择是威古斯、拉克斯、卡牌、死哥。如果你做出的装备是无尽，你的 C 位选择是飞机、女警、进。如果你做出的装备是破防者，你的 C 位选择是塞纳、拉克斯、死哥、进。最后感谢各位的点赞、投币、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